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峡谷课代表。名媛赛道如今开始卷到联合国了。最近网络平台上突然涌现出一批所谓的联合国名媛，他们出现在视频中，身穿正式服装，妆容精致，笑容温暖，看上去光彩照人。在这些视频中，他们有的在联合国发表演讲，有的领奖，有的开会，有的进行汇报，而他们宣称是受邀参加各种活动，讨论的议题也都是看起来特别高大上的话题，妇女儿童保护、全球气候变化、年轻一代的使命。一时间感觉中国的青年才俊、卧龙凤雏、公子名媛都齐聚联合国总部了。初次看到这些视频时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非常震撼，就像是迎接了一个天降紫微星。随着刷到的人数越来越多，再回头看看他们千篇一律的文案，配合着若隐若现的剪辑，瞬间就醒悟过来，名媛产业链又升了级，可能连联合国也没有想到，有朝一日会沦为中国网红立人设的背景板。最早尝到联合国名媛赛道红利的是一个名叫 Shelly 林的网红，她在抖音上拥有超过700万粉丝，在小红书上的粉丝数也有182万。今年2月，她发布了一条视频，声称自己将前往联合国总部吃午餐。吃完午餐后，她轻描淡写地给出了一个评价，真的很一般。这种淡定高贵的气质，使得这条视频迅速获得了400万点赞，且在短短2天内粉丝数飙升了100万。评论区里全都是对她的赞美，大家都纷纷表示人类高质量女孩。到了10月29日，她的联合国故事又迎来了新篇章，直接从吃午餐跳跃到了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和领奖。要知道，在公众眼中，能够去联合国发言的人，要么是各国的重量级人物，要么是对人类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行业翘楚。他的演讲稿内容是英文的，翻译成中文大致是这样说的：在当今世界，年轻人拥有重新定义引领力的机会，这是为什么我致力于我的社媒影响力和音乐创作。我的平台不仅仅是为了娱乐，而是为了促进沟通和激发超越国界的有意义的对话。我由衷感谢那些相信我初衷的人，这更加坚定了我尽自己所能去增进彼此理解的决心。接着，他换上一套战袍，领取了一个名为未来精神领袖的奖项。从表面看，一切都如繁花似锦，但细心品味过后，便能察觉到其中的诸多问题。先说他的这段演讲稿吧，总计不到1分钟，里面的词汇大多空洞空乏，几乎看不到有实际内容，充满了华而不实的词藻。要是让一位高中语文老师来评分，恐怕满分60分也只能给到20，还可能被叫到办公室好好教育一番，问他你写的这些到底是什么。再来看看那个未来精神领袖奖，头衔虽然听起来很唬人，但仔细一想，连未来都还没到，怎么就能成为领袖了呢？连弹幕里都有网友调侃说这个奖项好小众的词。更让人怀疑的是，演讲过程中虽然有掌声响起，但镜头一闪而过，观众几乎没有看到任何清晰的掌声画面，甚至在截屏画面中也根本找不到 Shelly 林本人。随后，一些网友挖掘出了更多的细节。通过对参与论坛的相关人员进行调查，发现这不过是一个华人大会，而 Shelly 林疑似是纽约大学的大2学生。Shelly 林这个账号是2018年9月创建的，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在加州的高中生，主要是分享自己唱歌的视频，偶尔也会晒一些日常生活的片段。可是近期情况发生了变化，除了频繁参与联合国事务之外，他的视频内容也变得更为奢华，例如分享自己在自家豪华花园里骑马，或是下课后匆匆赶赴比尔盖茨的私人晚宴。随着这些内容的曝光，网友们的想象力开始飞速膨胀，有人调侃他的身份，称他是《爱情公寓》里林氏国际银行千金的现实版。关于他的背景，网上也有很多种版本的说法，例如有人说他是美联储大股东的千金，甚至还有人说她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族长的长女。此外，还因为她在前排看过 NBA 的比赛，又被说阿里巴巴董事蔡崇信是她的亲叔叔，乱七八糟的没脸看。种种说法都被网友强烈反驳，一来二去，反倒是让她的账号笼罩了一层神秘色彩。今年3月份粉丝榜上，她的抖音1个月涨粉300多万，连雷军这种大 IP 都自愧不如。看了她的视频，他并非如同外界传说那般的高冷。视频中，他曾多次为普通化妆品带货，还卖力宣传一款平价手机。数据平台显示，目前他20秒广告报价18万，21到60秒广告报价21万，超60秒广告报价25万。显然，无论是带货产品的档次还是报价，都没有展现出超级豪门大小姐应该有的格调。
不仅仅是Shirley Lin，现在网络平台上越来越多的联合国名媛开始批量涌现。这些视频的套路大致相似：一大早，女主角们会以各种美丽的姿势拍摄自己，接着轻描淡写地说一句“今天是联合国的一天”，随后吃掉由保姆精心准备的营养早餐，要么坐豪车，要么乘坐直升飞机直奔联合国总部大楼。一到联合国，他们便开始游览一番，然后进行演讲，接着拍照领奖，最后完美收官，结束这一天的活动。在小红书上，联合国的一天相关笔记已经超过了1万条，至于去纽约演讲的笔记也有1500多条。要知道，截至2022年，中国在联合国的工作人员数量仅为1336人。联合国本来就对外开放，过去只需要预约注册且不收费，但随着参观的人数逐年增加，近些年开始收费了。想要成为联合国名媛的第一步，就是通过官网申请参观，价格为26美元，约合188元人民币。如果是老人或者儿童，价格可以调整至15美元，这笔钱性价比超高。导游还会提供多国语言讲解服务，重要地点还会特意留出时间供游客打卡拍照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光参观不够过瘾，联合国还准备了增值服务，再花165美元就能旁听一些联合国的会议，参与一些不太重要的议题讨论，甚至还能有发言的机会。更贴心的是，提供发言视频原版和同声传译服务，让你尽享尊贵待遇。把这些素材发去朋友圈，传到视频网站，甚至糊弄一下那些不了解的人，完全足够了。眼看女生们借此流量赚得盆满钵满，许多男生也纷纷跟进。视频开头通常从洗澡开始，之后的内容与女生们的套路几乎完全相同。如果还想更进一步跃升更高的名气，单纯依靠联合国的参观是远远不够的，这时就需要寻找专门的机构。这些机构以培训或学术交流为幌子，吸引了一大批的人前来参与，只需2500美元，约合1.8万人民币，就可以包场一间联合国办公室，直接开干。是开个名为学术交流的会议。联合国会安排好场地和名牌，参与者会在会议上畅所欲言，甚至还可以私人定制一份联合国日刊，包括发言、照片和其他资料，甚至可以进行现场直播。有媒体采访了留学服务人员，他们表示，花钱参观联合国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早期是留学生尝试申请成为实习生，入选条件严格，但效果极好。于是这一招便被网红们借鉴，用来进行自我炒作，吸引粉丝，最终实现一夜暴富的目标。原本这个赛道非常小众，但一旦模仿者发现了其中的高性价比，纷纷涌入，导致如今的联合国名媛现象屡见不鲜，铺天盖地。实际上，大众对这种现象早已不再感到惊讶。这些年，名媛们通过各种手段博取关注，炒作自己已是屡见不鲜，早已不再是个例。在联合国名媛现象之前，另一波名媛风潮已经悄然兴起。黄教主热爱的柯洁再次把沉寂多年的名媛培训班推向了大众视野。在江湖上，知名度最高、市场反响最强的名媛培训班非艾米姐莫属。王思聪曾公开指认她是婚恋界的魔法师，总能为每一个渴望爱情的灰姑娘找到属于自己的水晶鞋。然而，艾米姐始终保持神秘，她否认了不少被公众认可的经典案例，这些案例和她的名字紧密相连，但她总是含糊其辞，不愿透露更多信息。不过，尽管如此，名媛培训班依旧真实存在，且学员的亲身经历和现身说法屡见不鲜。这类课程的入门级别学费通常在2万多，学成之后几乎所有的学员目标都是一致的，嫁给有钱人。而这些有钱人多数是50岁左右的中老年富豪或者是富二代，这个价格非常的亲民。许多大学生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努力，觉得是不是自己也应该走这条捷径。不过别看学费不高，课程内容却很有经济学理论的味道，因为大部分教学内容其实并不复杂。学员们需要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何管理自己的体态，如何通过医美修整不完美的地方，化妆和造型技巧、性格培养、优雅体态的训练，以及如何在朋友圈中粉饰自己。简而言之，培训班的核心目的是让学员看起来要贵。想要吸引那些有钱人，最基本的就是要让自己看上去就值钱。当然，如果想进一步提升，2万9就不够了，还得去选修高尔夫、马术、红酒品鉴和艺术品修养。据说最近有些名媛培训班把中式美学、书法、国画学习和品鉴也都纳入教材了。学习归根到底还是应用的，如何打造一个配得上富豪的人设，才是一项费钱的长期投资。
为此，好多名媛还闹出了不少笑话。2020年，上海名媛群一度成为网络热议的话题。根据爆料者透露，想要加入这个上海名媛群，只需要交500元的门槛费，并提供10万元的资产证明，就可以与高阶仙女们一起讨论奢侈品，拼团享受顶级下午茶，结交金融大佬与海归精英，甚至还有机会合租豪宅，共享豪车。当网友们得知这些细节后，纷纷表示忍俊不禁。原来所谓的名媛群竟然是拼单群，40多人轮流共享豪宅、豪车、名牌包包，也都成为了大家的共同物品。最有趣的是，连2手 GUCCI 丝袜也需要拼团购买，简直让人哭笑不得。网友们纷纷调侃这些人真会过日子。从他们的生活方式中，似乎看到了名媛的新定义。本以为这已经是名媛们所能到达的巅峰，然而他们却没有停下脚步。很快，他们又开始演绎出一系列更为荒诞的人设，让人目不暇接。例如，在零下几10度的滑雪场，依然坚持要露腿露腰的雪员，穿着旗袍和高跟鞋下田干活的田园，在宗教场所手抄经书、品茶焚香的佛缘，明明精神饱满，却硬要化妆成病弱模样的病缘。这些匪夷所思的角色设定再一次刷新了大家的三观。而现在，这股名媛风潮竟然进军了联合国。不言而喻，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核心目的都是利益驱动。就像高尔夫女孩招募海报说的那样，精心打造一个个完美人设。这个人设不仅能帮助他们结交高端圈层的人士，还能为他们带来品牌代言、活动拍摄等机会。如果这些都做不到，至少还能借助自己的流量进行直播带货，赚取不菲的收益。这2天，联合国名媛事件愈演愈烈，众多媒体和自媒体都发表了看法。网友普遍的反应是，丢人丢到联合国了，或许是意识到问题。包括Shirley林在内，多位网红联合国演讲领奖的视频已经下架，但相信用不了多久，等这阵风头过了，新的赛道又会被开发出来。其实机会近在眼前，明年1月20日，某个国家的新总统不是要上任了吗？就职典礼的价目表已经出来了，才46.8万，即可享受4天3晚的盛宴之旅。稍微破费了点，但可以预见的泼天流量摆着，相信很多名媛已经在路上了。希望你能喜欢本期视频，如果你喜欢，请不要忘记点赞支持，同时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通知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更新。如果你愿意，也请将本期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为你准备了更多精彩内容，让我们期待下一个视频，再见。